乌克兰炸大桥，俄罗斯全境轰炸，白俄罗斯选择下场参战，西方国家又在大量增加援助。乌俄战争过去打了几个月都没有这短短几天发生的事情多，并且俄罗斯还放出狠话，如果乌克兰再袭击俄罗斯本土，那么报复将更加猛烈。你放狠话，我也会。北约秘书长在近日新闻会上公开表示，俄罗斯若是取得胜利，那么将意味着北约彻底失败，咱们都没有好果子吃，针尖对麦芒，其中的意味显而易见。不过现在的北约也遇到了困难，从2014年北约就开始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更是加大了军事援助力度，各国军火库能拿出来的都给乌克兰了，但这也导致了北约国家本身武器库存的大大减少，所以北约秘书长呼吁增加武器产量，另外还宣布北约将继续进行核演习，认为这是防止战事升级的最佳手段。如果北约认了怂，那就是害怕俄罗斯了。美国也不希望战事继续升级，但为了不刺激俄罗斯，还是表示不会派出部队前往乌克兰，因为普京现在的神经很脆弱，万一打起核战对谁都没有好处，并且美国也看到俄军有意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迹象。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核战争的威胁，如果继续刺激俄罗斯，核战说不定真有可能发生。因为拜登了解普京，在谈判到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时候，普京不是在开玩笑。为了帮助乌克兰，美国一直都是不遗余力。从冲突发生以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超过了160亿美元，并且美国还将继续援助，将在未来几周内确定对乌克兰的45亿援助。不止送钱，美国军人也慢慢潜入乌军部队当中了。美国特种部队早在4月份就出现在了乌克兰，西方教官也在帮助乌军使用新武器。特种部队还负责确保将供应的设备、通信的情报整合到乌克兰军队中。同时，美国还要求美军与北约驻乌克兰军事顾问团不要坐在乌军作战指挥室中发号施令，而是积极靠前指挥，允许乌军放开手脚使用美国提供的所有武器，并将数千枚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武器送到乌克兰前线。事实上，火力军觉得美国早就做好了参战的准备，之前就向乌克兰派遣了战争总司令，将负责领导美国训练乌军的行动。任务包括直接领导乌克兰武装部队，协调北约盟国的行动，甚至有可能指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国101空降师更是出现在乌军阵地上。其实美国丝毫不担心乌克兰打不赢，反而怕俄罗斯毫无顾忌，毕竟普京最擅长核大棒了。面对普京挥舞的核大棒，北约选择如约举行核演习。其实这场演习北约每年都会来一次，通常会持续1周左右，30个成员国中将有14个参与进来，其中作为战略核打击核心的是美军 B-2 隐身轰炸机。英法有2个有核国家可能也会派出可挂载空射型战术核弹头的战机参与演习，除了模拟对假想敌进行先发核打击以外，还会模拟侦测在途核打击和相应核反击流程，是冷战以后最有核大战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只是让人担心的是，北溪管道与克里米亚大桥刚被炸，俄罗斯也进行了报复性轰炸。在这个节骨眼上，北约依然进行核力量威慑演习，无疑是为东欧局势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也有可能刺激俄罗斯脆弱的神经。接下来，火力军将会分析一下北约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北约组织本身是没有核武器的，名义上的北约核武器都是在美英法3个拥核国家手中。目前，北约与美国的核武基地位于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与土耳其，起源于冷战时代的一项协议，目的就是威慑苏联。目前，北约为了举行核演习，已经在波罗的海与北海部署了大量军舰，并且有消息称，能够携带16枚核弹头的 B-2 轰炸机也首次抵达了华沙。另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波兰总统最近透露的消息，宣称正在与美国进行关于核共享计划的谈判。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入侵行动以后，波兰一直都在充当反俄先锋，现在又放出要与美国进行核共享的消息，不免让许多人感到忧虑。在俄乌战争持续升级的情况下，俄罗斯不止一次拿起核大棒威胁，
毫无疑问，核武器一出，一切性质都将发生变化。不用多想也知道，普京绝对三思再三思。但随着这场冲突已经发展出俄罗斯1对多的模式，所有人都害怕普京选择掀桌子。而波兰在这个时候提出核共享，基于2个背景，其一就是在战争爆发以后，俄罗斯一直在相关地区加强核武器部署，想建立起可以隔离乌克兰与北约的墙。另一个就是波兰现任总统上台以后，一直都想让更多的美军驻扎在波兰境内，毕竟波兰现在挺危险的，尤其是未来真的发生核战争，波兰可能首当其冲。核共享有2层含义，一个是共享核技术，例如去年美英澳3国达成的奥库斯协议，以及日本提出的与美国进行核共享；另一种就是延伸核威胁，让美国向自己的盟国提供核保护伞。不过美国也是随即澄清，表示并没有在波兰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显然这件事上态度非常谨慎，毕竟现在的俄罗斯神经非常脆弱。但是当前北约正在考虑将战术核武器东移，再加上德国、比利时等国家也希望美国撤出部署在自家的核武器。如果波兰等国愿意接受美国的核武器部署，那么美国战术核武器东移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加。如此背景下，波兰也未尝不可以作为首要考虑对象。况且，就算撇开核武称霸的思想不谈，此举也能给俄罗斯带去更多压力。最近还有报道称，一个在冷战时期被称为红色电话的安全通信线路已经被美俄重启。这测试美国与苏联高层进行直接紧急通话的方式，将在最危急的时刻使用，能够避免核战争的意外爆发。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不断进行核大战演习，美国也带领北约调整其核武器部署态势，比如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轰炸机、核潜艇等。因此，重启红色电话十分重要，目的就是避免误判，从而爆发核大战。不过，从北约秘书长的讲话中也能确定几点信息。这次军演本身就筹划已久，甚至在乌俄战争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北约进行核演习并没有针对俄罗斯的意思。其次，军演本身就是北约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即便目前俄军并没有使用核武器的迹象，但北约仍要防范这个世界最大核武器拥有国。然后就是军演本身是为了给成员国增加新型，提高安全感。北约秘书长也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威胁、攻击以及核威慑。如果取消演习，那代表北约认怂了。最后就是核威慑演习并不会使用实弹，全部都是训练弹。至于这件事为什么会惹人注目，是因为民众很容易将军演与俄军轰炸乌克兰这2件事联系起来，尤其是俄罗斯对俄武器使用的态度。普京在公开谈话中还是反对核战争的，但也说过，如果俄罗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将动用一切手段，这里面是包括核武器的。不仅如此，俄军在今年6月也举行过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射演习，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展示了战略导弹部队远程机动、隐秘发射导弹进行洲际核打击的能力。各国担心的就是俄罗斯与北约针锋相对的行为，会导致局势更加紧张。毕竟北约欧洲成员国中的不少高层都忘不了当年美苏对抗时在核战边缘徘徊的日子。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坚持援助乌克兰，因为他们希望常规战争与经济制裁能继续围困俄罗斯，不给他任何发展的空间。正如普京所说，西方国家的目的就是削弱孤立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俄军会不会选择使用核武器与地面战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如果俄军在地面部队推进顺利，就不可能率先使用核武器，而北约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也造成了俄军地面部队难以推进，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俄罗斯想要打破僵局，就需要阻止北约武器进场。俄罗斯能威胁到北约的最大筹码就是核武器。说到底，关于核战的争论，关键就在于北约和俄罗斯之间能否达成战略和平。而美俄重启红色电话，进行最高领导人的直接通话，也是在进行这方面的谈判。目前看来，双方并没有协商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或者说还没有达到某一方的战略目标。
北约接下来不仅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要继续进行核演习。不知道俄罗斯会作何反应？或许有可能在冬季来临之前组织一场有规模的地面战，又或者也来一次针对性的演习。但核威慑之所以叫做威慑，就是双方你来我往、互相砍价的过程。实质上与菜市场买菜，一个漫天要价，一个坐地还钱，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俄罗斯在4区公投以后，以不惜核战争的方式也要保住这4个地区，由此开始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讨价还价，所用的筹码就是核威胁。在俄乌战争初期，俄罗斯为了阻止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尤其是为了避免北约直接下场参战，曾经炒作过一段时间的核威胁。俄军的白杨系列弹道导弹转场机动也专门发布到网上。而美国当时就表示，我们不接受俄军的核威胁。但不接受归不接受，但还是了解到了俄罗斯核威胁所表达的底线。虽然为乌克兰提供了上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北约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作壁上观，并没有直接下场参战。重型武器的提供和使用也对乌克兰进行了限制。俄罗斯很清楚，北约下场仅需要几天，俄军就要回老家，因为毫无胜算。在俄军进行核威胁后不久，发现北约并没有亲自下场的倾向，这件事也就满出师业了。而现在乌东4个地区公投之后，俄罗斯再度挥舞核大棒，说明俄军在经历哈尔科夫、伊久姆、红利曼等一系列的战略撤退后，已经走到了乌东4个地区的底线位置。这场战争无论结果如何，俄罗斯必须要保住这4个地区，这是最低要求。所以俄罗斯再次拿出了核威慑。而在这件事刚开始之前，美国的态度与之前一样，不接受俄罗斯任何核武器的威胁。沙利文甚至向俄罗斯下了最后通牒，但是俄罗斯一直没有改变态度，唯一的改变是表示遵守不发生核战争的底线。但是前几天拜登突然改变态度，表示普京真的敢使用核武器，与之前的强硬态度来了个大转弯。是不是也说明了局势已经发展到了俄罗斯所能承受的底线了？美国也不敢过于刺激俄罗斯，而现在的北约表示不放弃这次演习，只是要维持表面上不能向俄罗斯核威慑低头而已。大概率俄罗斯后面也会耍嘴皮子，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说到底，核武器不使用就永远是威胁，其中一方一旦使用，那么这个威慑就不再存在了。因为这意味着首先使用的一方已经不再遵守底线了，双方已经失去了谈判的机会。发动核战争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条不归路，这一点普京非常清楚。如果俄罗斯率先使用了核武器，美国与北约可能为此直接介入战争，歼灭掉现今位于乌克兰领土上的每个俄军士兵，并彻底摧毁黑海舰队，把该舰队的所有舰艇船舶击沉于海底。而那时候的俄罗斯就只剩下解体的结局了。在火力军眼里，俄军现在还没有到使用核武器的地步，当然这只是火力军的猜测而已，毕竟世界已经看不懂俄罗斯的操作了。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有什么想法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